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其实在易晴娥身上她有一种那种钝感力嘛，看似很柔，但其实内心很有坚定的力量。这次角色其实有很多那种很艰苦的训练。我记得之前你们有一次路演的时候，你说自己有哭过，是觉得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比较着急的哭。会有过在训练的时候觉得说哇真的太难了太辛苦的那种动摇的时候哭吗？我似乎从来没有在训练当中或者认为挑战太大的这种情况下哭过，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感觉还是比较专注吧，就想把那动作做好，没有想太多别的事情。我说那个哭是有一次我在酒店里面，然后看那么40多个视频，然后我就都要扒下来嘛，都要去练。我一瞬间觉得这时间太短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都学下来。这东西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它那些使用的技巧什么的，光扒就特别难。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着急，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些都学会？因为我想尽可能的多学，然后把这些内容很好的呈现出来。对于书中这样去描写易晴娥的样子，我还是想尽可能的把它做得更好一些。那最后完成的时候内心感受怎么样？会不会很有成就感？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审视自己到底做没做好，然后还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所以在这部戏里面拍摄过程中，其实对自己一直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去要求。可能大家选择我来饰演易晴娥，对于我来说，我有这份责任要去更好的塑造她，我就尽最大的努力去塑造她吧。去年我在采访咱们制片人任总的时候，他说小说里面易晴娥她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捂嘴笑的动作，偶然刷到你一个视频，然后就觉得说这不就是天选的易晴娥吗？你自己在演的时候会自己去找一些和她的一个共通点吗？每一个角色我在饰演她的过程中都会找一些共通点，我们在原著上还有我们后期改编的剧本上，它都有一些提示的点，就是我们已知它的特点在哪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保留这一部分，因为我们比较尊重原著，另外就是加入一些自己的对于角色的理解，然后注入到这个角色的魂之中。包括我们在现场跟大家拍戏的时候，也会跟导演讨论什么样的情绪或者是怎样去塑造更适配于这个阶段的易晴娥，都是有琢磨的。除了这些专业的训练之外，你觉得在表演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度的地方呢？有的，因为易晴娥她是从泥泞当中生长起来的，非常倔强的一朵花或者一棵树，她非常隐忍，也很坚韧，不形于色的那种。她有的时候也有很多需要平衡的地方，包括她身上所有的这些硬的技能，还有就是说经历诸多事情之后她沉淀下来了，有的时候得真诚的真心的去体悟她的感受，找到人物她最本真的东西和她想要表达的那种宿命感，在这些上面需要很细致的去平衡它，这一点还挺难的。我哪儿都不去，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找。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记住了吗？记住了。易晴娥她从一个放羊娃到主角，然后其实这一路过程中就受到过很多质疑和嘲笑嘛，在这些过程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心疼她的地方呢？我觉得非常厉害，她从一个小小放羊娃蜕变成秦腔皇后，从被动命运完成了主动突围，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主动性很强。但我当然会有心疼她的时刻，常常会有心疼她的时刻。从小时候她的玩伴离开她，她一个人很孤独，遇到每一个人，但是呢最后都要躲不掉送别这一场，就觉得她也很坚韧吧，而且她成长得很快，性格也有所转变，到后期也是对别人非常的包容，没有因为这些闲言碎语或者是别人的这种诟病陷害什么的而去记恨别人，就是很大度很坦然很坦荡的做事。那你自己在看你演的易晴娥的阶段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戏份是特别感动的吗？播了那个第一次上台易晴娥背后的那些师傅们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老戏才刚刚恢复，而且他们自己也非常想要上台去完成自己的心愿，就比如说狗丝，但是呢他们就全力的去托举，全力的去教易晴娥这个徒弟去传承秦腔艺术。我觉得他们很伟大的，因为有的时候角儿他更新换代，他其实心里是不舒服的，可是他们愿意将这门艺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觉得那也是属于他们站在这舞台上的一束光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这几位师傅，尤其狗师对易晴娥的这些付出，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尤其狗师跟易晴娥的很多就教育她的话，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他们会绊住你。
其实后期还是有很感动的地方，他拿出他自己的工资去给他们买戏服，我觉得那个年代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说明他真的非常爱他这个徒弟。是的，然后包括最后狗师下线的那场戏，他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就是最后演完了喷火那些，然后易秦娥在旁边看着他，哇，那个画面特别感动我。易秦娥都不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对，只是一种心提着的感觉。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是非常非常浓厚。他这一路的逆袭经历，这个角色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力量吗？当然是会的。首先我感觉可能内心更坚定了，会让我觉得更有勇气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就像他一样，他永远都是那么坚韧不拔的，他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也通过这个角色更加的关注到了传统文化，爱上了秦腔，千年的艺术吧，它黄土深处的这种回响，就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对待命运的那种呐喊，就非常震撼。而且我还多了一门爱好啊，也学那个对秦腔爱上了，是不是？我们老师送了我一把枪，还有马鞭，我当时训练的时候也拿着它，现在我就收藏起来。但是每次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那段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就想起风雷场，想起我们那个大院，想起我身边的那些家人们，就很亲切吧。然后有时候也没事玩玩那个枪，也会耍一耍，然后定期看看自己还会不会那个接枪什么的。当时那段训练那个日子对你来说感受怎么样？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很快乐。其实过程是很艰难很辛苦的，但是在自己培养的爱好，其实就过程对自己来说不是痛苦的事。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戏曲演员他们的不易，感受到教我们的每一位老师，他们都是从小到大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才成长起来现在这种秦腔名伶啊艺术家，所以特别敬佩他们。这部剧大家也看到，就是有很多前辈演员嘛，比如说张嘉译老师、秦海璐老师，在这样一部就是很多这种前辈演员的剧组，对你的帮助或者影响有什么吗？很多，我们一起拍摄大概6个月吧，只要我跟他们有对手戏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他们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看他们演戏的时候觉得非常非常打动我。就有一场戏，舅舅他不是入狱了嘛，然后出来回到易秦娥那个小房间前面的时候，我感觉他3秒都没有到，那个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掉。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舅说，这能出人呐！当时就把我震慑住了，我就觉得太有感染力了，然后我就向他请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那张老师怎么跟你分享？他就是把他的一些表演经验告诉我，就是很真诚的跟我说，包括像海璐姐，她也是，我也经常请教她，因为海璐姐她非常厉害。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她有一场戏跟我讲我们俩怎么演，那场戏原来剧本上是没有的，可是呢经过她这样去处理以后，我们演出来，我就觉得那场戏特别有意义。当时有一束追光，我们在舞台上，他就拉着我站起来，后来他就让我往上看，我就往上看，看着看着我转了一圈回来之后，海璐姐就慢慢退出去了，完全就被他带入进去了。然后他说当个角儿，我这个泪水就忍不住的往外涌，我就觉得他给我的那种震撼还有那种即兴的东西特别打动我。易秦娥她在转身真正的面对台下，其实他完成了一个托举，把易秦娥留在了舞台。对，因为他也是一个角，对，他最懂易秦娥她的感受。现在播出刚过半，现在剧的热度也真的非常高，大家也看到刘浩存，就你的演技也让大家更加的惊艳，就是觉得说哇，真的演得太好了。我相信到后面大家会更加被易秦娥剧里面的那些表现给惊艳到。我觉得这个也得感谢导演吧，两位导演，一个是李少飞导演，一个是郑华导演。少飞导演他就是对于每个人物他都能精准的把握好他，然后有时候他还会示范，感觉在他示范下那个角色变得活灵活现的，我们这个每一个角色的特点就得以呈现。郑华导演也是，他有时候废寝忘食的，而且他非常有拍这个戏曲的经验，把我们每一个戏曲扮相的人拍的都很美，特别美，看到都怪感动的。那现在主角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嘛？你有没有同步一起追剧呢？我当然同步一起追剧了，除非晚上特别忙，但是我第2天也都会补上。都同步一起追上了。对，我有关注到有的网友说，看个主角至于给我哭成这样吗？其实我有时候也比较感同身受。你也会是不是？对，因为我看到一些比较动人的画面呀，比较深刻的那种情境的时候，其实我也会为之感动，为之流泪，就觉得整个主角他讲故事非常的真诚，对，而且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命运和他的选择方式。